老关，有意外收获。胡强几年前在京港和江州都有过入室抢劫，这回算是交代了。我说怎么显得那个这么专业？感情是个老手。江州。对，江州有一起，其余的全在京港。这样的话，要到江州去核查吧？是啊，这事儿还挺麻烦，这都过了好几年了，而且江州那边吧，他没人报案。我今儿就得派人过去，怎么的也得赶到这个季度审结之前，给哥们儿涨点破案率。要不核查的事儿，我去一趟。不至于吧？啊，杀鸡还有牛刀啊！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我马上到支队了，见面再说吧。哎。这些资料你收一下，抽空看看。这次去江州核查案子，但更重要的是查一下这个安藤。安藤的真名叫安廷，清江人，但他的身份资料属于军党，归南山军区。南山军区离江州大概有1个小时的车程，你一定要找机会去一趟。如果遇到权限上的障碍，放心吧，那儿我有熟人，能搞定的。哦，对了。刘英在地下车库的2层等你，如果中间遇到光线暗的地方，你可得挺住啊！啊！你过去之后要万分的小心。小周虽然还只是个孩子，但有时候女性的敏感度会超出通常的逻辑。哥，你自己也注意点啊！放心吧，赶快去，别让周迅起疑。到那边多长点心眼儿啊！该干嘛不该干嘛都应该知道，啊！别一天到晚稀里马虎的。我这跟你说话呢，你看哪儿呢？啊！你好啊，周队。哇，都跟这儿来了，啊！知道书童要走，我来送送他。啊！你怎么来了？哎，老关，久等了。怎么样？肚子没事吧？这2楼的洗手间啊，根本下不去脚。走了。行，那你辛苦。你好，关队。跟安藤接触了一共有3个人，其中1个人很可能是他。照顾好关老师，啊。嗯。周队，书童他们这次去江州是？去办个案子，2天就回，到不了如隔三秋啊。我也只不过是随便问问。你们不是分手了吗？啊？怎么着？回头草格外香是不？谈恋爱嘛，分分合合的不是应该很正常？没错，就是因为被自己未来的岳父抓了个人赃俱获，就把自己女朋友给听了。哎，多少有点私报公仇的意思。那时候我小，不懂事儿。关宏宇，别走，捡起来，捡起来！哎哎！天哪！哎，干什么呢你？给我捡回来！说你呢！
决定，你把车开到这个地库的出口。对，然后你，喂。 关老师，您在看什么呢？不带插图的祖本《金瓶梅》，看吧。嗯。我在这车啊，现在车特别多，堵死死的。啊，
啊！先别让交警坐下，你让交警坐下。好像前面有先别让交警坐下，你让交警坐下。周队，我看到了。周队，人呢？地铁站呢？朝日风头地铁站，同志队里叫增援。好，好。Hello， 大长腿。哎，胖子，出事了，他被周迅盯上了。哪个？大的那个。你们两个都暴露了？我应该没有，可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呀。不，那你现在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没有，交接的时候，他把电话交接给小的那个了，另一部电话还在我这儿。要不这样，你现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想办法联系到高亚楠。哎，那他身上有钱吗？我不太清楚啊。钱包应该一起交接了吧？你先别着急，我先看一眼。靠！现在地铁2号线的所有沿线都被封锁了，肯定有人发了协查通告。他在地铁里？目前还不能确定。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就按之前商量好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我会想办法通知亚楠和那个小的。你现在赶紧回去，等我消息。哎，可是现在是夜里啊，他离开灯光，他会……咱们去哪儿落脚啊？我已经订好了快捷酒店。周队说，既然不属于核办案件，所以要住江州的市局的那个招待所就不太好。招待所不太好吧？要不找个商务酒店什么的。可是那个队里的差费标准……来，周队，我们到了。你听着就行了啊，别让老关看出来。我这边出了点事儿，具体呢你也不用知道，但你在江州要做出相应的配合。首先就是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老关，尤其要注意他在查案之外，都什么时间和外界通电话，最好搞清楚跟谁通电话。再者就是，我这边状况还不太确定，你们可能要在江州多停留1、2天，这部分你可以等我的消息啊。最后就是你们2个要开一个房间。什么？废什么话？可周队这……周队呢？周队在那边呢。周队啊，还是没发现啊？从昨天晚上10点监控里看到，他从和平门出站，到现在已经过了9个小时了，会不会他已经逃离这个区域了呀？不可能，我们基本是同一时间封锁的这个区域，除非他长翅膀了。哎。没准儿这个关宏宇在这个区域里有什么落脚点呢？不要抽空，继续增加人手，调取监控啊！就是挖第3池，要把它给我挖出来。好。应该还没有被发现，找2个人盯着。来屉包子，打包。来屉包子打包。
啊，找我硬币好吗？谢谢啊。周队说经费不足，就只能负担我们开一个标间。这借口也太蹩脚了。反正也没2天，确实是经费不足，周队吩咐的。不就是想盯着我吗？他没让你开个大招吧？关老师，您看过案卷了吗？不就是2年前吴强在江州入室行窃，后来遇着户主跟人打起来，把人脑袋敲漏了，再后来就跑到咱们京港继续作案，这点事儿。你要不赶紧也洗洗，咱们动作快点。早点出发，今天应该能核查完。那我去了。哎，江州市局电话打了吗？这就打。快点。孙队，我们这次冒昧来访，就是为了核查这个案子。1周前，我们支队破获了一起绑架案，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胡强。胡强，湖北黄陂人。据他供述，除了在我市的长风区和海港区2起入室盗窃案之外，他还在2年前我们这儿的东花园小区15号楼201实施过入室抢劫。但在犯案过程中，由于在屋内的屋主休息，然后就被惊醒了，于是2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于是胡强就拿起屋内的酒瓶猛击了屋主的头部后，然后就逃脱了。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核查这件事的。2年前，东花园小区。这部分笔录在第46页。接到你们电话呀，我们这边查了一下，总队并没有这个案子，应该不会是命案。张小王，你去洪阳区分局看看，2年前有没有类似的案子。好。都忙，就不打扰了。再见。好，那再见。慢走啊！这个胡强满嘴的胡说八道，一句话把咱们支了上千公里，回去绝对饶不了他。我好说。总队没有接到这个案子啊，洪阳分局和区派出所也没有接到这起报案。那总不能是屋主被敲了脑袋，都没人知道吧？等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啊？您是说？我说什么呀？去趟东花园小区。应该是这栋。您好，您是物业的吗？不是，我是修管道的。那您在这工作多久了？3、4年了吧？怎么了？我们是京港来的，来这核查一个案子。您听说过这2年前有一起入室伤害案吗？入室伤害？没有，没听说过。那2楼201的业主您认识吗？哦，我知道，是40多岁一男的，具体叫什么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去问我们主管。哦，那倒不用。这个人一直住这儿吗？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自打我来了他就住这儿，没有换过人。啊，谢谢啊。嘿嘿嘿，别白吃了好不好？见着帅哥就亮证件啊！
咱们干嘛来了？查案呢。哎，你们干什么？该亮证件的时候不亮。哦，你好，我们是从京港来的，我们是想找您调查和核实点事儿。好好。哟，可是我上午有2节课呀，今天。没事，来得及。那行，那你们请进吧。打扰了。没事没事。来，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还要上课？您是？哦，你好。哎，你好，董乾，我一直都在江州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不好意思，打扰您工作了。我叫关洪峰，这位呢是周书同警官。我们找您呢，主要是关于2年前的一个案子，想跟您核实一下。2年前的9月15号。是的，您对那天的事儿还有印象吗？印象有，应该是有，因为每年的9月15号呢，我们学院都会举行一次运动会，所以那天我应该是一大早就去了学院。这几年了，我都是担当田径项目的裁判。那运动会一般是什么时候结束啊？应该是傍晚4、5点钟吧。不过我不会待到那个时候，因为田径项目呢，一般都是上午就结束了。我中午在学院吃个午饭，下午就开溜了，就当给自己放半天假。那中午您离开学校后，我去了法西路的一个古玩市场，那古玩市场很不错的，我记得很清楚。哎，对了，这个壶就是我当时淘到的，它虽然是个赝品吧，但是做工还比较精致。那您大概是几点回的家呀？几点回的？这个我就记不大清楚了。不过肯定不会超过7点，因为我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哦。江州啊，地方小，我平时呢不怎么上网，所以想了解天下事，我只能是看看新闻了。听您口音，不像是江州人啊。我是老家是沈阳的，不过我来这边差不多也有6、7年了吧。二位就说这么半天了哈，我冒昧问一下，就是你们到底想查什么呀？我们在京港破获的一起案件中呢，据嫌疑人供述，在前年的9月15号，也就是在咱们江州，曾实施过一起入室伤害案。伤害，入室伤害！我的天哪，这么大的事儿，别说我这儿没有了，整个小区都没有听说过呀。这个人他是会不会记错了呀？关老师，您看。董先生，您这方面挺有品位啊！让您见笑了啊！我就为这么点爱好，我几乎把我所有积蓄都给搭进去了。说来我也丢人，您别看我收藏红酒，但是我却不怎么喝，因为我酒量很差。嗨，那喜欢牛饮的那都是酒鬼，也谈不上什么品位啊。哎，问完了没有？别耽误人董先生上课。没事没事，那就不打扰您了，感谢您的配合。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好的好的。果然是这个胡强在胡说八道。关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江州吧？那个周队说了，我们不用那么着急回去，让我在这儿多陪您玩2天。还有心思玩？这事儿明显有问题。哎，这案子有问题？您是说胡强？你刚才看董乾的酒柜了吗？陈列着一排收藏级别的拉菲红酒，05年的、02年的、2000年的、82年的，关键是还有61年，那都是葡萄生产年份最好的红酒。你知道现在一瓶82年的拉菲酒市价多少钱？很贵吗？不会低于5万，61年的就更贵了，差不多得30万块钱。那董乾一个老师，他怎么可能啊？说不准，人家就是家底厚，就是愿意花几十万块钱买瓶红酒收藏的。不过按照他的收藏标准，我发现他还少一瓶90年份的，那也是葡萄生产最好的年份之一，而且比82年的还要便宜。据胡强的供述，他是用酒瓶子击打的被害人。那您是觉得他之所以少了90年的拉菲，
就是因为……我问你啊，你还记得你大学毕业最后一场散打是什么时候？应该是6月几号来着？5月底。几点开始的？上午9点吧。那几点结束的呢？下午2、3点。结束完以后你去哪儿了？好像回了宿舍吧。那回完宿舍你又出去了吗？晚饭是在学校吃的吗？那吃完晚饭是回宿舍了还是出去了？我知道了，董乾不可能对2年前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胡强没有说谎，2年前的9月15号，这个201一定有事儿发生。这个董乾实际上是沈阳铁西区的人，他在友岸化工厂工作了近10年，6年前才迁居到江州的。他为什么离开沈阳？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在他离职的前1年，他的化工厂发生了化学品泄漏事故，死了2名工人。事后，除了死者家属，还有当值的工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包括董乾。事故报告上显示，他当时是车间主任。能让他来这个地方安居，那看来这笔赔偿的数额不小啊。他还能收藏名贵红酒呢。当初我舍友就跟我说，这儿的房子不贵，6年前应该更便宜，没准儿从酒架上拿1瓶红酒就能换1套房子呢。他结过婚吗？结过，但是离开沈阳的那1年就离了，没有孩子，父母也都还健在。前年迁到了湖南新区。那他有什么犯罪记录或者前科吗？好像没有。从他的背景资料上看，都还挺正常的。哎，帮我倒杯水。哦。怎么不接啊？哎，男朋友查岗啊，我要不回避一下？没有，不是。叶方舟。对，您之前是他领导。啊，没错，当时确实是我签字开除他的。您当时的决定应该是正确的。我觉得你们俩不是一路人呐，怎么会走到一块儿去呢？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吧，他不简单。我没有。哎，行了，别说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明天早上咱们再去一趟东花园小区，我得好好再问问这个东西。哎。峰哥，恒宇刚发了一个空白短信，那应该是确认环境已经安全了，打开它。喂，哥，你怎么样？没事吧？我现在暂时安全了，我在崔虎这儿呢。你那边什么情况？你还有心思问我？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这边的事我自己处理啊。哎。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怎么了？这周巡肯定让周书童盯着我呢吧？啊，这周书童以经费不足为由，在酒店就开了1间房。我现在跟这丫头住在1间房里边，你说我是想办法躲开她呢，还是我就将计就计，出卖色相，换取片刻自由啊？啊！都这个时候你还凭什么呀？啊！另开房间肯定会让周巡更加的怀疑。
至于第二方案，我建议你跟亚楠请示一下。等，我明白你意思了啊。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我是肯定得单独去一趟南山军区。如果包一个车的话，几个小时应该打一个来回。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就动身过去，到了那边以后咱们正常交接。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边事儿你就别管了，你过来干嘛呀？人生地不熟的，风险太大啊！可是你怎么摆脱手术筒啊？这小丫头片子能难住我吗？你就放心吧，随时电话，我不跟你说了啊。那好吧，你自己多注意点。暂时沿用现在的空白短信，然后我们这边会用安全线路给你打过去。哎，行，我知道了。好，就这么着吧。哎，你怎么还没睡觉啊？哦，我突然又想起几个问题，所以就翻翻资料。你洗完澡还穿着正装睡觉？嗯。关老师，物业监控显示，董前傍晚5点就出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给他打电话了吗？打了好多遍，他的手机一直显示是关机。别敲了，去楼大河门口看看有没有监控。哦，好。都没有，应该只有小区的正门口还有几个消防通道安装了监控。哟，这家人也太马虎了，门都不带锁的。咱们进去看看吧。哎，把门关上。关老师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弘阳分局的人呀？关老师，屋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少，衣服还有鞋帽都还在呢，洗漱间里的洗漱用品还有剃须刀也都还在。哎，我觉得他根本都不像是出差或者旅游的样子呀。不，少了这个。江州市局已经交代弘阳分局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调查了所有火车站还有机场的出票记录，没有发现董前离开江州的迹象。不过通过监控，我们发现昨天晚上6点，董前的车经过宁通高速的蒋王收费站。我们现在正在朝那个方向搜查。有任何证据显示董前涉嫌犯罪吗？如果没有的话，把案子交给江州警方不是更好吗？毕竟那是人家地头。这事儿我觉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但是通过我们走访董前发现的疑点，再加上他事后莫名其妙就失踪了，我觉得这事儿有必要继续调查下去。那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要不你把那个胡强给押过来吧。什么？我想让他过来指认一下现场，我觉得他没有说谎。行，我知道了，我尽快安排。好。关老师，往南通方向还有很多个出口。目前我们的计划是沿着高速的主干道找下去，同时联络各高速的出口收费站调取监控。这个出口怎么没有收费站？哦，这是一条去那山的废弃公路。后来从征夷到那山有一条直达的旅游快线，所以呢，这条路就没再修了。
这个那山是旅游景点吗？征一市政府是这么规划，其实啊，就是几座种植茶叶的山，没什么可玩的，压根就没怎么开发。行，你跟咱们弘阳分局的同志继续往下找，我下这边溜达溜达啊。哎，我们一起去啊！这是高速的中段路，你一个人来来回回的多危险啊，是吧？我回头接你也不好接。要不这样吧，你们开一辆车去那边转悠转悠，我们开另一辆，继续去搜查一下街道。咱们保持电话联系吧。好的，谢谢你啦。麻烦了，麻烦了。哎，没事儿。不过啊，关老师，您为什么非要往那个方向去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董钱，出门不拿行李，也不带金银细软，就拎了一瓶酒。走。这轮胎要至少20公分吧，轮间距也在1.2米以上。董钱开的什么车来着？奥迪的 A4L。顺这方向走，往里看看去。您说这董钱他为什么会？总之，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现在在查什么呢。所以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从之前的记录来看，董钱的生活一直很规律，也很普通。就因为我们从京港过来找他做了一次简单的走访，他就做出了如此反常的举动。不管这事儿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似乎都有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所谓上不了台面，也就离犯罪不远了。这是您作为一个老刑警的敏锐嗅觉吗？什么老刑警？我还年轻着呢。总之，胡强在2年前敲碎过一个人的脑袋，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说法。这该往哪边走啊？往哪边啊？往这边。哇，关老师，这路面上连轮胎的痕迹都看不出来，您居然看什么轮胎印啊？都看见车了。哎，关老师，车上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不寻常的东西，就是指凶器啊、血迹，还有毒品什么的。红酒呢？什么红酒？当然是那瓶61年的拉菲。这钥匙插着，怎么仪表盘不亮啊？没油了吗？大灯开着呢。这电瓶没电了？也没人坐过。后备箱检查了吗？查过了，后备箱很空，只有随车配送的一些简易工具包，还有急救包什么的。哦，还有2瓶矿泉水。这是个望远镜。记住了，以后再描述这种东西的时候，叫它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哎，马队长，对，就在设置路障旁边的山路右拐就到了。关老师，马队长就要到了，您看，是不是先？别碰焦距啊！现在焦距固定在800米左右。那您的意思是，董钱就站在这个位置上，拿着这个焦距调到800米的、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肯定是在山谷前800米的某个位置上，能看到些什么，对吧？你们警校教不教数学的？咱们现在所在的高度大概是100米左右，
如果这800米算作三角形的斜边的话，那么底边的实际距离是730米左右。可是这样也不能说明咱们前方山谷里730米距离这条线就一定有些什么呀？没错，也不排除他跟咱们玩了一次没有保险锁的蹦极，这搜山啊是避免不了了。搜山？当然，既然他弃了车，就只剩下徒步跋涉和跳崖这2种选择。你不是说他没拿矿泉水吗？这人呐，走不远。哎，老关，你那边怎么样啊？那姓董的找着没？我说你怎么还在京港啊？我刚把申请交上去今儿，那得有时间批啊，是不是？而且持枪跨界押送犯人呢，公安部是要点头的。我跟你说啊，这胡强早来晚来已经不重要了，你让亚楠接一下电话。哎呦喂，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在一块儿了？废话，实验室小徐跟我说高主任去赴你的宴了，赶紧的。我有事要直接问他。行，得嘞，稍等啊。喂，关队，你怎么样？挺好吧？啊，我没事儿，就是想听一下你的声音。你们俩都挺好吧？你放心吧，我琢磨这周鑫再鸡贼，也不至于监听自己的电话吧。我一切都好，就是这案子出了点状况。等一会儿，你可以跟周云说，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给你打的电话啊。哦，你是说你找到董钱的尸体了？啊，没错。不过不是董钱的，而且不止一具呢。这我不管，发电机也行，发电车也行，总之先给我支起急闪灯来，而且搜索工作绝对不能中断。谁知道现场还会发现什么？对，立刻去办。蚊子也太多了。十分感谢2位啊！我这也是碰上10年不遇的大案子，局里啊现在已经成立专案组，全力破案。今天晚上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过至少可以把现场固定好。2位也辛苦一天了，这样，我先派人送2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咱们明天再继续沟通，好不好？可孙队，我们孙队，这地狱管辖的事儿就不说了，我们要找的是董钱，到现在还没找着呢。另外，如果这些尸体里包含我们京港的那个案犯所供述的受害人的话，也希望咱们市局能够跟我们共享一下这个案件的进展啊。不好意思，2位，接一电话。喂，明白的，我在山里听不清。喂，什么？这么还认不过来？关老师，这里不就是处于董钱用的那个具备测距功能的单筒望远镜定的焦距上的距离吗？你说会不会是董钱杀的他们呀？那您刚才肯定是暂时敷衍孙队长，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地搜索到董钱，对吧？当然，那瓶61年的拉菲还没找着呢。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老师的手机还是处于关机状态。你俩昨天晚上怎么分开的？昨天晚上，你俩就是去了酒吧去了，然后。昨天晚上怎么着人家小姑娘了？你看把人家害羞的。我不是让你别过来吗？怎么又来了？啊？关老师，
周迅什么时候到啊？应该是今晚。好。赵倩，这是孙队。啊，孙队。管辖问题解决了吗？公安部已经做出了指认管辖的确认函，应该这2天就会过来。希望我们2市的刑警通力合作，早日破案。好的。哎，公安部有那么快吗？大家总不能白来吧，让周队圆个谎呗。小徐，干活吧。好嘞。你是不是昨天没休息好啊？这一圈儿。采集了吗？暂时没有。怎么样？这5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分布在4年间，死亡时间相应递进。第一具已经完全呈白骨化，根据技术队对衣物腐化程度的鉴定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4年前。第二具虽然也呈白骨化，但是从骨盆位置、蛆虫的生长周期以及骨质风化的情况来推测，死亡时间相对更近一些，大概在3年前。第4具已经完全呈液化状态了，你看见尸体全身遍布那层绿色的东西了吗？那个是脂肪腐败之后转化成为的尸蜡。最近的这具相对还算新鲜，虽然遭到昆虫和野兽侵蚀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从指甲脱落的情况来看，死亡时间不超过3周。哎，那中间这具呢？中间这具软组织已经风干了，而且你看，左侧颅骨有处凹陷。凹陷，这是胡强敲死那个？准确的表述要去掉那个“死”字儿。被害人舌骨断裂，更像是被勒死的。难道胡强把他干倒了，另外有人杀了他？4年间5个人，咱们得会同江州警方查一下这些年的人口失踪记录。4年的失踪记录啊，这下可有的查了。所有的死者从骨骼判断全部都是男性，而且是16岁到20岁的青少年，都是小鲜肉。从走访江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情况来看，董乾的口碑的确是中规中矩。老师们呢，大概都觉得他性格比较孤僻，不太喜欢跟人交往。学生们反映的也大多都是，什么照本宣科啊，作业布置的有点多，诸如此类的，都是什么没有价值的事儿。不过说到底，他也的确没有什么任何出格逾矩或者什么牵扯违法犯罪的行为。赵倩，从我们委托沈阳铁西支队走访的情况来看，董乾在永旺化工厂任职期间，曾有过不止1次猥亵甚至是性侵男性青年职工的劣迹。不过这类事情呢，一是比较尴尬，当事人也未必愿意闹大；再者，从法律上的界定来说，相对模糊，所以最严重的一次也不过是按违纪给了个处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再后来，化工厂发生泄漏。包括董乾在内，在岗职工幸存的一共有6名，每个人赔偿金是27万。董乾拿了赔偿之后，就离职迁居到这儿了。27万？那他东华园小区的房子？我查过了，总共是42万6，房子是按揭买的，还有一半现在还没有付呢。月供多少？1800。他那辆车至少20-30万吧？那辆车也是贷款买的，月供是2000。等会儿，他在学校的工资是多少？这个呀，我问一下。好话不嫌多，你继续忽悠江州的警方，让他们抓紧找这个董乾，无论如何先把人找出来。好。董乾在技校的工资，再加上津贴补贴，总共每个月能拿到4600，但是刨去他3险1金还有7七8八的，他只能拿到手的也就3000出头而已。然后他还要每个月交3800的贷款。然后他还有闲钱去古玩城淘货，别忘了，还有拉菲。照这么说，董乾真的是活得很奇怪啊。
查清楚这个董钱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别的收入来源没有，然后让沈阳警方配合走访一下他父母，搞清楚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哦，对了，小徐，哎，小周好像找你呢。好，我去看看。对。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嗯，1号被害人，他在肋骨下方我们发现了多处刀痕，经过初步诊断是遭利器戳刺致死的。2号被害人的刀痕在颈椎前方，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被一刀戳穿了脖子。3号跟4号被害人很像，都是遭勒颈致死的。去除表面的尸蜡之后，我们甚至还能模糊地看到颈侧的勒痕。5号被害人是被溺死的。我们在肺腔提取的水质样品，怎么老觉得跟你一本正经的聊案子那么搞笑呢？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觉得我改邪归正以后，这魅力值大减呢？嗯。啊，对了，关于死亡时间跟确切的认定，我还需要去趟现场，找一些关于气温、湿度以及生物环境相关的检材。既然您来了，能不能陪我去趟现场啊？我想来也拦不住啊！哎，你得注意一下身体啊。知道。关老师，周书彤没找我呀？啊，是吗？啊，那可能我听错了吧？啊，没事，你先忙吧。没事，没事，没事。姐，有东西砸着我了。没事儿。谁？姐，我上个厕所。你干嘛？没听见人说吗？要上厕所，这多恶心！你要累就歇会儿。王老师，从董前东花园小区的走访情况来看，物业、保安还有同楼的居民都不止一次发现董前时不时的就带一些男性青年回家，但他因为是老师，所以大家以为他带学生回去补课呢，也就没有多想。但谁能想到？是，这个从现场情况来看呢，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董前，但也不能视为我们就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是冷却期和被害方式都不一样的话，那关老师您是怎么确定的呢？是这样啊，我跟你说，这连环杀手不等同于疯子，有时候谋杀行为只是在实施某种犯罪的结果的延伸，也就是说，这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未必就真的想置被害人于死地，但结果被害人死了。你看那第一具尸体，他是遭利器反复戳刺致死的。那您的意思是，第一名被害人很可能是跟凶手在发生暴力冲突的时候被杀死的。第二具尸体呢，也是遭利器戳刺致死，但手法就利索很多了。颈部一刀毙命，凶手的手法进步太多了。但是利器所造成的开创性伤口会造成大面积的失血，其实对于他清理现场会很麻烦的。
所以凶手就改用勒杀或者其他不见血的方式作案，而最后一名嫌疑人溺死的。这样看来，凶手的作案手法越来越成熟了。关老师，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还好意思跟我说昨天晚上？哎，我喝大了，你人去哪儿了？你不管我呀？你跑哪儿去了？等我醒过来，我在街上飘了一宿，你知道吗？这天亮了我才赶过来的。你可真够仗义的。那关老师，那您是不是都不记得您昨天晚上说过什么了？关老师，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想告诉您。太阳出来了，你看得清楚那片树林吗？嗯。什么树长那样？这就是董乾。对。他怎么自杀了？那瓶61年的红酒呢？来，快一点，快点！小心头。慢点，来，姐。灯。兄弟。关老师，周队说还有1、2个小时就要到了，不过我们这边是不是要结案了？走吧，过去看看。刚刚测了吗？应该是自杀。应该是。不用那么咬字呀。从初步状况来看，没有发现与自杀相悖的证据。他是用拖车绳上吊的，绳索与勒痕相吻合，勒痕周围没有发现2次创伤，也就是说，董乾窒息死亡是一次性勒紧的结果。而且，伤口中的纤维看上去和上吊所用的绳索材质差不多啊。不过这部分还需要技术队进一步去确认。最关键的是，在他脖颈勒痕伤口处前后左右的多处淤伤和外表皮擦伤的情形判断，完全符合上吊死亡的特征。手骨断裂，颈椎脱臼，下颌骨单侧脱臼。另外，四肢肌肉扭曲的状况完全符合上吊后身体悬空挣扎的情形。他什么时候死的？应该是48小时之内。现在尸僵已经消失了，他全身上下都非常柔软，和肛温显示的死亡时间也差不多。照你这么说，他确定是自杀了。你这么一说，好吧，可能我刚刚的描述有点不太准确啊。我基本可以断定董乾是上吊死亡。至于有没有人拿枪指着他，垒好石头，系上绳索，然后再套在脖子上，一脚踢开这些支撑物，就不是我能告诉你的。小周，来帮我扶下灯。哦，谢谢啊。你确定他是上吊死亡的吗？对。不过亚楠刚才也说了，光凭上吊死亡的认定啊，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即便是在被威胁的情况下，要想让一个人乖乖地完成上吊、自杀和一系列步骤，也难免会出差错。现场的吻合度不会那么高，是吗？怎么了？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你可以说来听听。有时候直觉，并不是没有任何现象或证据做依托的。你也许还没有掌握对于线索的整理和归类，但结论并不一定是错的。是这样啊，董乾消失以后呢，我们按照正常的搜索逻辑，
找到了他的车，然后从他车里找到了一个单筒望远镜，上面定焦的距离刚好让我们找到了一地的尸体。然后从抛尸现场回望，又很容易地找到了董钱上吊的地方。这一切都太顺利了，我觉得好像哪儿不大对头。你拿到那个望远镜的时候戴手套了吗？当然戴了。那个望远镜是什么材质做的？金属、复合塑料还是橡胶？上面有没有喷涂？这你查一下是什么材质做的。如果是常规的材料，上面应该有指纹。哎，你的意思是说，那镜头上可能有别人的指纹？重点是，那上面到底有没有指纹？郭队，人押过来了，下来。好，放下，23，走。老关，哎呦，辛苦了，啊，亏了你和小柔过来，这才短短2天，这案子进展了一大块。没什么，不过队里要能拨出点经费，多给我们开一间房，我跟小周也能睡得踏实点，是吧？不是，什么情况？你们俩睡一间房？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我电话里不跟你说的很清楚吗？让你给关队一个人开一个单间儿，你怎么回事啊？啊？可能没听懂他，怎么就不明白呢？你顺着排水管从阳台窗户那爬进来，就没发现卧室里有没有人？我们一般进到别人家之后，都是先去门口把门给反锁了，防止房东突然回来嘛。然后呢？我锁好门，往回走，我就看见一个小伙子从卧室那个方向就走出来了。他出来的时候穿的什么鞋啊？啊？我问你，他出来的时候穿的是拖鞋、皮鞋还是旅游鞋？他穿的拖鞋。我们俩打斗的时候，他因为穿拖鞋滑倒了，所以我有印象。接着说。然后我就从这儿，这个酒架上拿了一个酒瓶子，使劲对着他的头打了几下。当时出了很多血，我有点吓懵了，我什么都没拿，打开门我就跑了。那瓶子碎了吗？碎了。在哪儿碎的？就在大概就这儿。他当时怎么躺的呀？头朝哪儿，脚朝哪儿？躺下给我看看。他当时头朝这边，就这样。怎么着，老关？觉得地板被换过？我看这地板缝隙之间颜色差不太多，应该没被调换过。王啊，把技术队叫来，把地板全给我撬了。得嘞。朱队，这是我们总队的李队长，新来的朱队。李队长，你好。你好，请坐吧。哎，好。我们沿着江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方向跟进调查，发现最近遇害的4号、5号被害人啊，都是该校辍学的学生。2位受害人生前都或多或少受到家庭的影响，导致耽误学业，平日里结交了许多的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从东花园小区保存的监控视频里啊，我们已经查到了最后一名被害人和董钱共同进入东花园小区的记录，时间上和法医给的死亡时间基本上吻合。此外，我们也在对近些年这个范围特征内的失踪人口报案进一步筛查，相信很快就能锁定所有受害人的身份信息。周队，您这边这儿资料，我们在胡强指认的地板下面发现了血迹和红酒残留。他在2年前的9月15号入室行窃，并且伤害了1名男青年的犯罪事实已经被证实了。再联系咱们两边的法医对3号受害人的检验的情况来看呢，3号受害人
和这个男青年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3号受害者是死于舌骨断裂，说白了吧，也就是被勒死的，并非胡强所为，应该另有其人，或者很可能是董钱干的。这儿。 目前案件勾勒出来的大概情况是，董钱作为曾经在沈阳多次猥亵乃至是性侵多名男性青年的潜在犯罪分子，移至到江州以后，不止一次的诱骗辍学、无业，甚至是有类似境遇的青少年到自己家中实施性侵害。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受害人没有遭到杀害，只是没有报案。哦，另外我们官队认为这个案子还有一些疑点，官队。 哦，目前还有2个地方，我觉得有点蹊跷。第一就是在董钱的车里发现的那个长筒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的材质是碳化的复合橡胶做的，随便谁一摸就能沾上指纹。但是这个上面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指纹。当然也不排除董钱在每一次用完之后把它擦拭干净，但是这事儿有点古怪。其次就是我和周警官在第1次走访董钱的时候，发现他的酒架上放了好几瓶的拉菲，其中年份最早、最贵的那支红酒，和董钱一起失踪了。 验尸报告表明，董钱的胃里、食道还有嘴里面都没有红酒的遗留。这么贵的一瓶红酒，将近30万，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官队，您提的这2处疑点，有什么建议性的推测或者是侦查方向吗？像这么名贵的红酒。 流通的范围应该很小吧？对，我觉得可以查找和监控一下这种高档红酒的流通渠道，看看近期有没有人出手一瓶61年的拉菲。官队的意思是，本案除了董钱，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的同案。我确实怀疑这个案子，除了这个董钱和被害者，还牵连其他的人。至于这个其他人跟董钱是不是同案？ 这就不好说了，就像周队刚才说过的一样，这个案子有可能还活着更多的被害人，所以不能排除可能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所为。那你的意思是，也有可能董钱是被某个被害人出于报复性目的而杀害？这儿，董钱上吊的现场勘查的情况有什么进展吗？没有。 通过现场侦查，我们发现完全符合上吊自杀的特性，而且我们还特别注意了一下董钱脚下的石块数量，完全符合那个高度，他可以刚好把绳索放在树干上制造绞索。但是现场的地质状况不好，足迹采样很困难。总之，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董钱之外还有其他人在场的证据。那好，咱们就继续按照这个方向侦查下去，尽快的核实 所有被害人的身份，也按照官队所建议的，调查一下本市的高档红酒市场，争取早日完善所有的破案细节，圆满结案。哎，周，陪着点啊！ 关老师，您在看什么呢？验尸结果和现场勘验都符合上吊自杀，怎么符合？不是说……所谓符合，就是所有证据推测出来的，对吗？那仅凭推测，怎么就能确定他就是上吊自杀死的呢？我们肯定都是通过合理的推测呀。 车上有拖车绳吗？有。去拿来。哦。
老师，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要不要再多叫些人过来呀？没事儿，我这2只手在里边撑着劲儿呢，不会有危险的。一旦不行了，我就赶紧挣出来，放心吧。那您要是挣不出来该怎么办啊？上策呢，就是你赶紧过来，抱着我的腿往上举，明白吗？中策就是你可以先打电话求救，再过来抱着我的腿。当然，这样我活的几率也不大了。那下策呢？下策就是你拿手机给我拍个视频，然后再把队里的人叫过来，看看我冒着生命危险做的这个试验跟董乾自杀有什么区别啊？哦。哎，你怎么直接选择下策了？啊？哦。哎，对，你别拽我腿，实验还没开始呢。啊。哎，好，警长啊，现在实验正式开始。那个，高亚楠怎么说来着？啊？因为窒息而挣扎。哦。就对了，这挣扎多长时间啊？啊，1、2分钟到3、5分钟。什么？那你还不赶紧掐表啊？哦。多长时间了？关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我放你下来吧。你别往下拽我呀！挺油腻的，你想弄死我啊？哎，您看这石头散落的位置和现场还是一致的啊。你等着他，你等我缓过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关老师，我。关老师，您这又要干什么呀？手机给我。来，自己看看吧。第一张是我刚才上吊的时候磨出来的印儿，下一张是董乾上吊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难道董乾不是自杀啊？那句话叫什么来着？百密一疏。关老师，快点！哎呀，现在这4S店的销售人员，这培训素质越来越差。本来一个电话就摆平的事儿，害得我非得买个电瓶。哎，周巡管不管报销啊？上车。叫你买的东西呢？哦，都在这儿呢。喝吧，别客气。
CD 呢？在这儿。哎，没有精选集啊？这是最新的了。郭老师，您这是？怎么样？这2天给我住一个房间没休息好吧？看您累了，好好放松放松，休息一下。叫你休息休息，不会啊？就是它了。电瓶是没电了吗？哎，这怎么？断电保护。现在一般中高档的汽车都具备这种电瓶低电量的断电保护，也就是说，一辆车在没启动的情况下通电，一旦车载电脑监测到车的电瓶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就会自动切断整车的电源，这样开车的人就不会因为电瓶的电耗尽了而启动不了车这种尴尬。那我们找到这个车的时候，电瓶是完全没有电的。这么说，这种情况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你们确定还有一个人？是这样，昨天我和关老师重新勘测了董乾的自杀现场，还有他的车。经过实地勘测，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确认，无论董乾是不是自杀的，都可以确定他的自杀现场是由另一个人特意给伪造出来的。此外，他那瓶消失不见的拉菲红酒，还有他现在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以及他那辆车里莫名其妙被耗光电量的电瓶，以上都可以作为我们推测的佐证。那这个董乾，他们是同伙呢，还是仇人？不好说。不管这个人的真实身份，还是之前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感觉董乾就是死在他手上的。这董乾有多重啊？140、150，差不多。差不多，怎么了？昨天你们勘察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是怎么把一个100多斤的人给吊到树上？哎，是不是他拿了根绳子把他自己系了起来，然后就拴上去了？把自己拴上去这么简单啊？有句话叫死沉死沉的，听见过吗？别说100多斤了，你找个跟你差不多重的，你拴树上试试。不过这都是技术上的小事儿啊。既然你们都这么确定还有一个凶手，那就不妨朝着这条线查下去。周队，哎，您来一下吧。我先过去。关队，哎，高主任在楼下车里面验尸有了新的情况，他想请您当面的沟通。走。有很多线索呀。
现在还没有落实。门关上，多派人手出去，把一些疑点啊尽快完善。哎，那是关队来了。哎，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的，虽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做依托，但大体上都是推测，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领导对案件的事实有一个轮廓。我后面会给一个排查的大方向，但这一块就要麻烦江州各位领导的支持。对，我和老关商量过了，不管公安部对本案的管辖权最后是否给出书面的指定，只要是侦查一结束，我们全队立马撤。谢谢支持啊！哎，客气了，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嘛。根据我们之前所掌握的线索，认定董乾对本案所涉及的5个被害人实施了侵害乃至是谋杀，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但在董乾背后一定还有一个凶手，我们现在基本认定这个凶手就是董乾的同案。无论这个人参与了董乾这5起谋杀案的哪一起，我敢确定，董乾就是这个人杀的。昨天晚上，我和小周去进行了实测，发现了那个本不该没有电的电瓶。这事儿怎么解释？我推测，在我们走访董乾的当晚，不知名的凶手将另一辆车开到了山崖边，然后以电瓶没电，需要董乾过来帮忙拖车为由，将董乾引到了这里。而在这个时候，他应当已经计划好了要除掉董乾。当然，为了防止董乾起疑，凶手应该确实放空了电瓶里的电。董乾抵达之后，和凶手协商如何让车辆掉头，才能把车拖走的问题。而为什么董乾被发现时是用拖车绳上吊的，而且死亡特征符合上吊死亡的情形？那是因为他确实是被拖车绳勒死的。我不知道这与凶手事先策划的是否吻合，因为实施谋杀的时机往往稍纵即逝，机会出现了，而凶手也没有错过。凶手虽然顺利地勒死了董乾，但在步骤上的偏差却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他一个人是拖不走自己的车的。不过很快他就发现，鉴于所有轿车的电瓶规格基本都是统一的，所以他可以把董乾车上的电瓶换到自己车上。凶手自以为很巧妙的设置，却恰恰成为了他致命的纰漏。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董乾驾驶的那款 A4L 轿车具备低电量断电保护功能，使这个电量耗尽的电瓶成为了本案中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重大疑点。我们在复查中发现，董乾车上那个单筒望远镜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个单筒望远镜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而他将望远镜侧距定焦的位置，恰恰定在了董乾之前抛尸的位置。他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为了让尸体能够尽早被发现。那他是如何伪装董乾上吊自杀现场的呢？一旦我们确定了董乾是被凶手所杀这个前提，那么从他上吊自杀的现场就不难还原凶手伪造现场的方法。而这个自杀现场中，凶手还是百密一疏，留下了线索，绳索在树干上留下的磨损痕迹。不过老关，之前我问过你啊，100来斤的死人把他挂在树上，就算换成我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这个死人是不是他没配合？这事儿不难，稍微有一点物理和机械常识的人都做得到。什么意思？定滑轮。凶手会在树上临时设置一个定滑轮，再用定滑轮把尸体吊上树干，最后只需要拆掉这个定滑轮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场勘查，应该不难在树上找到安装定滑轮的痕迹。关队，您的推测虽然比较大胆，但确实符合逻辑。那么您认定凶手很可能是董乾的同案，也是因为从董乾车辆被遗弃的位置，使用他车里面已经被调校好焦距的望远镜，刚好指向抛尸现场。从抛尸现场又刚好可以看到董乾上吊自杀的所在。凶手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让这起连环凶杀案以董乾畏罪自杀的方式了结。刚才高法医找到我，给了我一些新的尸检报告。值得注意的是，4号被害人是从背后被勒杀的，可是他的颈椎错位却是从左向右。通常我们从背后锁喉应该怎么做？锁喉？
通常锁后的。来，通常就是这样。是这样。从你刚才这个动作可以看出，颈椎脱臼应该是从右向左，这样才符合你从背后发力的这个位置。明白，就是说4号受害人是被个左撇子从后面给勒死了。可董钱不是个左撇子。从尸体的证据看来，这个凶手应该是董钱的同案。那说好的排查方向呢？啊，小郑，你看一下那个传真传完了没有？好。到了。哎，哥，没让人盯上吧？放心吧，没有人跟踪我。之前在金港那么多人都没围住我，到了这儿，他们跟我一样，人生地不熟。可我听说的是，要是没有韩冰帮助，213灭门惨案的通缉犯，可能在前天晚上就落网了。现在周巡和江州的警察都撒出去抓凶手了，他们顾不上我，找到凶手了。说起这个，差点穿帮，还是小周告诉我的。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怎么是他？您好，您是物业的吗？我是修管道的。我们向沈阳警方核查过了，董钱之前在友邦化工厂任职的时候，曾经有多次侵害和猥亵男性青少年的行为，其中闹得最大的一起，受害者就是这个人。他叫冯坤，现年27岁。泄露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当班。我们猜测，董钱一定是抓住了他一些把柄，所以迫使他变成了一个奴仆性质的胁送犯。你怎么确定就是他呢？这个纰漏还是你找到的。那天冯坤开车上山，开的是一辆物业公司的大众汽车。我们后来找到了这辆车，并且从车上找到了董钱车上的电瓶。可是电瓶的规格应该都一样吧？董钱的车刚买了2年，他用的是奥迪原厂的电瓶。你的意思是，他一直在帮助董钱杀人？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抛尸的工作应该也是由他完成的。你们那次到访惊动了他和董钱，冯坤那天晚上上山约了董钱，可能就是以商讨如何重新掩埋和转移之前抛弃的尸体为由。看来他是担心案发以后牵连到自己，所以才杀了董钱，并且伪造了董钱畏罪自杀的现场，而且还引导我们找到了那些尸体。恐怕不仅仅如此。刚才提到的奴仆性质的生活，致使冯坤在董钱的胁迫下，一次次帮助他实施谋杀、转移尸体，而且他还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切负担他的生活，负担董钱的生活。你和小周不是注意到董钱入不敷出吗？其实冯坤也一样，他到现在还住在物业公司的集体宿舍里，名下没有1分钱，就算逃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带的细软。可能就是这种胁迫的生活，让冯坤忍受到了极点。你和小周的到访，应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跑了，我想他应该是看到警察频繁地出入董钱的住所，担心纸包不住火，目前在逃。那你还不赶紧帮周巡去抓人啊？刘烨，要不你回避一下？啊。哦，好。我们现在交接吧。哎，这不还没到晚上呢吗？从查无此案开始，就是因为你的坚持，所以才慢慢揭开了案件的事实。每一个步骤疑点，还有每一条线索，都是在没有我的帮助下，你自己独立跟进的。
所以最后的抓捕，你更有资格去完成。行啊，那现在这个抓捕有什么方向吗？手机备忘录上都有，你照着上面应该能摸个8、9不离十。哦，对了，话说回来了，你去南山的那天晚上，跟小周说了什么？啊？恐怕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你得跟小周一块儿回去。这个由他刚表白过的关老师，应该由你扮演更合适。黄老师，幸亏你提醒我要摘掉车牌，我看他还真盯着那辆车看了很久。走。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小伙子，现如今火车、飞机，还有稍微正规一点的长途汽车站，都需要实名购票。你的选择并不多呀。你以为你骑个摩托车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可是你恰恰疏忽了一点。我们呢，对你家里电话做了一个布控，发现你给家里去了个电话，而这个电话是从一个加油站附近的公用电话打过去的，而离这个加油站最近的，不需要身份证就能登记的酒店，就这么一家。这条路是去沈阳的吧？你是沈阳人，出了事就往家跑，这也算是一种本能。这瓶酒不是董乾带走的，是你杀了他以后去他家里取走的，对吗？好酒啊，30多万，放6年前也得20多万。我猜这瓶酒是董乾用你在友邦化工厂的赔偿金买的，对吧？那次事故，原料工厂的门，警报响了以后，是我锁死了原料工厂门，可是被他看见了。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关那个安全门的话，你们厂子里的人死的会更多。我查过事故报告了，那2个遇难者其实当时已经处于化工原料之下了，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你的选择是对的。可是，他一直说是我害死了他们，他还让你供养他，让你帮他杀人抛尸，对吗？好酒啊！
61年，就是不一样啊！可惜没有襄阳的酒局。